当差几年了？回下捕头，小的当差8年了。老工人了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知道。老爷刚说了，您是聂台衙门派下来督办案子的下捕头。哎，既然是老工人，又知道我是谁，那为什么还要拿我当外人呢？下捕头，小的没听懂您的意思。你们早办那点花活糊弄糊弄老爷也就算了，竟然敢在我面前显摆！下捕头，小的不敢呐，小的不敢呐。不敢？板子打得啪啪响，风吹屁股肉皮痒。他这屁股，估计连一点皮儿都没破吧？要不，扒了裤子看一看。下捕头饶命啊！小的不是故意搞鬼的，只是这位兄弟这几日他痔疮犯了，所以我才仗义，讲义气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这份义气。像他这样的还有3个，都自己趴下来吧。杜县的各位兄弟，别怪我老夏不留情面。打！捕快，占了一个筷子。打！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捕快？打！因为老爷从来都是限期破案。打！打！拿什么限期？自然是拿着板子。打！打！你们杜县出了那么大的案子，打，10几天了，打，没有抓到一个犯人，打，打，这板子聂台大人派我下来赏给你们的，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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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！看来杜县的兄弟都很讲规矩，没有一个叫出声。很好，咱们当差的挨板子，不兴叫唤的。聂台大人给我的限期是1个月，这1个月，还请各位兄弟多多担待。这顿板子算是我老夏初来乍到，和兄弟们打个招呼。接下来这个月，兄弟们可不要再吊儿郎当的了，不然没有跟我老夏混熟，这屁股就先和这板子混熟了。打！你就是冷捕头的徒弟。打！听说你在查城外的坟地。是，查的是那副被挂在桥上的遗骨。打！查到什么？查到被刨了坟。打！然后呢？是个20年前跳河的，叫陈王。打！还有吗？眼下还没别的。停！停！要说冷捕头，那真是一把好手，怎么教出你这么一个窝囊废的徒弟？你师傅
都让人家一以贯之了，你连个屁都没抓到。就算是问问法行大行，也不至于连个屁都不知道吧？小的也并非是全无用处。你能有何用啊？小的替夏捕头省了不少功夫，省了什么？省了问法行大行的功夫。小的把这都县的法行大行都解散了。你说什么？小的说，小的把这都县的法行大行都解散了。现在这都县已经没有法行大行了。速度快点！三哥，那几个跳墙跑的也被我们拿住了。辛苦金二哥了。三哥，不是哥哥我说你，兄弟们可是不会说你什么好话呀。你什么性格，哥哥了解，就是给你提个醒，这种事儿以后最好别干了。秦二哥，不就是每个月少1两孝敬的事儿吗？少一文也有人不乐意啊。谢谢金二哥，三更知道了。哎，我抓到了！他干嘛呢？都县没了法行大行，你胡说！你若不信，可以去访一访啊。就凭你，我好歹是我师傅的徒弟嘛。吕三，现在就去查。宋殿试，夏捕头啊，找我何事啊？许三更干那些勾当，你可知道？什么勾当？他抓了法行大行5个当家的。啊！来来来，哎，把你的手伸出来，手，手。我也分不清啊，哪几颗是他们5个人的。不过这一把倒是都是最近的，应该有他们的。哎，这些牙就送给你了。宋殿试，你这是何意？啊，他们5个人我已经审过了，罪名太重了，县衙里是判不了了，所以都已经押到府里去了。就留下这些念想。这法行大行就这么被折腾散了？哎，夏捕头，心疼他们了？没有他们，我又是外来的，这样你让我怎么查？夏捕头真会说笑啊！堂堂的夏捕头，难道离了几个泼皮无赖就查不了案子了吗？你说的轻巧，这杜县要是有个外来的飞贼盗匪，你让我找谁打听去？捕快们呢？反正板子在你们手里啊。宋殿试，你也太男人那边，我会如实禀报。那还烦劳夏捕头多多美言。凤秀才，凤秀才，你们俩来的够早的呀！
那你还挺客气啊，熬汤给我们喝。哎，喝不得，喝不得。这土鸡熬的东西你也敢喝呀？宋秀才，你这熬的什么汤啊？贴金汤贴金汤啊，倒也不是什么毒药，就是黄柏1斤，象斗子1升，胭脂5钱罢了。你熬这个干嘛用啊？我不是喜欢做些书画贴补家用吗？虽然一直有人买，但是叫不上什么价。直到前些日子，我发现了舅舅的一本书，讲的是如何给书画做旧，其中就有这个：先拿这个汤刷几遍纸，最后啊再拿白芨水上1遍，效果甚佳。我就炮制了几幅画，说是舅舅的珍藏，结果就被一抢而空了，价格还是以前的10几倍。你个土鸡，造假画骗人，还敢大言不惭地说给捕快听吗？你这衙门的小狗乱叫什么乱叫？谁做假画了呀？我又没有伪造古人的落款，我只是换了几个笔记，给自己呢取了几个新的别号，比如黄藤老人、黑石翁之类的。他们以为这是古画捡了漏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风秀才啊，这笔记说换就能换啊？我打小就跟舅舅学习书法篆刻，他若是杜县第1的话，那我呀便是杜县第2了。这么说，你还能模仿别人的字迹？不难哎，土鸡啊，你舅舅的书架上可有医书啊？ 千金方、伤寒杂病论都有，借我样东西吧。是吧？你的手。告辞。慢走。程先生，您还记得我吗？ 你是冷捕头的那个徒弟。上次给您开的那些药方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那个药方没问题呀。那些是没问题，我又找到了几张也是您开的，请您看看。这些也是给陆远豹和陈旺开的。这药方不是我开的。不是，可这笔记和落款都是您的呀。 这药方定然不是我开的，这是要人命的毒药啊！是，衙门的仵作也是这么说的。那您这算是招认了？你别血口喷人。这里面光是这个雷公藤的分量，病人吃完就得七窍流血，当时就得死了。所以这2个病人都是被雷公藤毒死的。你胡说！那个陈旺是跳河死的，那个陆远豹他是被……陆远豹是被雷公藤毒死的。你攀药不到我头上，这个药方就不是我开的，也没有药铺敢按照这个方子抓药。再说了，衙门里20年前就已经定案了，陆远豹是被他亲弟弟毒死的。 这些药方就是我在暗中给找到的，是真是假我也不知，所以来找你。程先生，20年前陆家的事，你若是知道些什么，最好如实回答我，否则，说不定我哪天又找到些什么其他药方，还要来打扰你。 你最近是不是胸闷腹胀、消化不良、面红目赤？来，伸舌头。干什么？我是大夫。来，听话。啊，伸舌头。
巨粗，看来是始祖中焦。来，伸手，我来给你把把脉。啊，你去买一些，甘草、黄芩、干姜、半夏、大枣、黄连，煎成汤喝。记住了吗？不瞒你说，不是我逞一时狂妄，这整个杜县再也找不到比我更高明的大夫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连你们县太爷身子不爽也得找我诊治。你今天这般骚扰于我，我就当你是上了火。今天我就行个好事，帮你贯通中焦祛湿泻火。等你身子清爽了，你就要善加保养，不要再自寻晦气了。各位兄弟，这2日我老夏翻了翻咱们杜县的案底，没想到这富得流油的杜县也是如此的不太平。这些是这半年来的积案，凭我这个办了30年差的老捕快这么一闻，这些案子里说不定就和咱们要办的2宗杀人案有什么瓜葛。把这些案子破了，拔起萝卜代替泥，那杀人的案子也就有了线索。我给各位兄弟分了组，每组1个案子，叫到名字的人到前面来领自己组里的案子。小六，波，双手八，往头跑，水落好。刘贵，李康，赵大友，秦德洲，李芳，杨艳华，张进良，常健，高世聪，这是你们的案子。还有一个没了？没了，那不是还站了一个吗？我这儿没了。各位兄弟啊，都领到自己的案子了吧？夏捕头，您把3更忘了。哦，没有啊。3更办事麻利，又是冷捕头的高徒，我特意把他留下来，继续查冷捕头的案子。各位兄弟，这次办案都给我麻利点，我给大家的期限是5天。5天要是破不了案，都要挨板子。夏捕头，您这有点太不公道了。是人家散了返行打行，怎么人家倒没事，反而我们要挨板子呀？如果5天破不了案，挨了板子，那是你们废物，别去记恨别人。都散了吧。三哥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他们故意整你呢。头儿，拿这小子立威倒是挺合适的，他必是想着为自己的师傅报仇，把他整服了，倒是用得上。用不上，不但用不上，还会碍事。刘三，捕快最重要是个快字，咱们只有1个月的时间，又是初来乍到，你说怎么才能快呀？这让大伙儿不眠不休，大伙儿得有默契。这捕快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快字。哎，三哥，我是找你呢。
大友哥，怎么了？刚才你家邻居给你送了件东西，说是你娘托他送的。这是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说你一看自然就知道了。5日后，我们必定是要挨板子的。咱们兄弟一场，不能把你给落下。今日，哥哥们就先把你的那份给打了，打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重点是别打了，重点是。哎，不用停，不用停。哎呀，我就是从这里经过，看看热闹。再说，你们如果把他打死了啊，或者是打残了，我审你们的时候，也不用再去找旁的人证了。宋烈士，闹完了啊！当然，你们倒是清闲的很呐，还有功夫就在一起闹着玩啊！差事都不想干了是吧？你们这是还要继续玩吗？走，先走。季三刚，记住了，以后在衙门里不要一个人走窄巷了。没想到快班现在变成了这样。其实可能原本就是这样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以前只不过是因为有师傅在。我爹不在了，你应该更加小心的。小心也没用，夏捕头要立威，我就是现成的靶子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还是想从程大夫身上追查下去，他肯定知道些什么。只不过这名医比较麻烦，身上又没什么把柄。我是问夏捕头那边，你要怎么办？大概我该先服个软，把他糊弄走了再说。是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嘛。可是，要是师傅在，他肯定不会。他定会跟那姓夏的斗上一斗。师傅办案子，靠的可不是打兄弟们板子。三更哥，我爹是个捕头，你只是个捕快，你要如何跟那姓夏的斗啊？要是我的话，要是你的话，你该如何？我爹曾经说过，每个人都至少有3个短处：一，他最害怕的；夏捕头现在最怕的，应该就是到期破不了案；二，他最想要的，应该也是到期破案；三，他最大的长处。爹说过，人往往会栽在自己的长处上，而不是短处，因为人会对短处加倍小心，而过度依赖长处。所以一个人最大的长处，也就是他最大的短处。可是那夏捕头，他最大的长处是什么呢？打板子？不，他最大的长处是太老道了，他对宫门里的道道太熟了。我知道了，桂儿师妹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嘿，按照宫门里的道道，破案要快，可是有很多办法的。宋典史，张管家来了。啊。宋典史，您找小人。宋典史。哎，张管家，啊，薛举人一向可好啊，
托您的福，我家老爷一向这样吧，你先坐吧，等我审完这个案子再说。您忙。郝大庆啊，那王老石告你强占他一亩水田，可有此事啊？老爷，那地是他租给我的，有契约为证。这契约我已经看过了，1亩水田，租期20年，租金是1年1升水稻。对，老爷，您看仔细啊，那上面可有王老师的手印啊。那王老石自己也就2亩3分地，为什么还要租给你1亩啊？嗨，王老师他没儿没女，而且都50多岁了，他干不动了。我们家5个儿子，劳力多。说的也有道理啊。哎，可这租金倒是有些蹊跷，1亩田1年2熟，收成不在4担也有3担，这租金1升稻谷，尚不足1%啊！老爷，我们当时可就这么商量的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呀。哎，郝大庆啊，这多大块地能产出这1升稻谷啊？大概是2尺见方，啊，对，就是椅子面那么大地方。你倒是好算数啊！嗨，庄户人多少地，产多少粮食，那还是有数的。不如这样吧，我来主持个公道，让那王老师把那1亩水田送给你，啊，你也给他留个2尺见方，省得他日后后悔再来告你，给我们大家都添麻烦。你看如何啊？老爷，此话当真呐？我审案子，能不当真吗？谢老爷开恩，谢老爷开恩。你知道你的后背粘的是什么吗？这好像是做麻袋的粗麻布。知道为什么粘这个吗？这小人不知啊。我昨天进来时是拆下给我粘上的，衙门里什么规矩吧？痒不痒啊？哎呦，老爷，可让你猜着了，现在痒得很，现在。啊，这样。郝大庆啊，我打算在你的身上揭下2尺见方的皮肉，去换那王老师的1亩水田，你看可好啊？不好！那就给我从实招来！几位哥哥，切的差不多了吧？咱们就还剩2家了。石聪啊，也就我们几个好相与的了。这老哥几个陪你逛了大半天的当铺了吧？就算你经得少见得少，起码的常识该有吧？哪有贼偷完东西在本地当铺销赃的呀？就是，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，你又非说这个案子并非寻常事情，我们才懒得理你呢。以前啊，别人说你傻，我还不信。现在，这杜县的当铺都快被我们访完了，屁都没访回。我啊是不想再跟着你犯傻了。六哥，您怎么看？
要不我陪你？我陪你再喝碗水，喝完这杯，你自己去做暖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反正就还剩2家了嘛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有什么消息，明日再报知几位哥哥。告辞。告辞，刘哥。去吧，去吧。宋监事，犯人也在供词上画押了。拖出去，打50大板。是。老爷饶命啊！宋典史，果然好手段呐！见笑了。宋典史今日唤小人来，不会就是为了让张某见识见识您审案的手段吧？哪里？有一桩陈年旧案，知县老爷问起，我竟无从应对，所以叫你过来，再录一份证词。不知是哪一桩案子呢？前年薛宅占了旁边住户的地，引起争端，此事还有印象吧？那个案子啊，那不是早就已经结案了吗？这个案子是前任老爷亲自审的，没经过我，所以我自然不清楚。这次就让你来再问一问。宋典史，您真是想问前年薛宅的事儿，还是另外一个宅子的事儿呢？那就都问问吧。这个胭脂巷的荒宅，跟你到底是何瓜葛呀？上次不是跟您说了吗？就是张某想买所便宜宅子，就住一上，并无其他瓜葛。另外，我薛宅前年扩建，用市价买了邻居5分地，有契约，有保人为证。后来那邻居后悔，觉得卖得贱了，就到衙门来闹。上任太爷断的是清楚明白，是我薛家占理。就是再换几任太爷，小人也是这么说。宋典史若是不满意，大可以现在也扒了张某浑身上下这皮。小人也正好奇，张某这浑身的皮到底是个什么尺寸？你这个管家胆子不小啊！小人是薛举人的管家，虽然这副皮囊也不怎么值钱，但也不至于像那乡下无赖说接就能接他。你先回吧，替我问候薛举人。小人告退。陈爷，哎，你刚问什么？王掌柜，这俩伙计刚才贴什么呢？神符。神符？有何用处？这不，接连发生了杀人案吗？还有把死人骨头架子吊在桥上的事儿，
坊间传说呀，这些命案是猴妖作祟，啊，贴了神符呢，这猴妖就不来祸害。猴妖？什么猴妖？柴爷呀，我哪知道什么猴妖啊？但是啊，有不少人说，在半夜里看到那大猴子在河里捞月亮。哈，王掌柜，您也信这些啊？嗨，什么信不信的，反正那道神符也就只要5文钱。5文钱？那我也贴贴，哪有卖的？您要啊？您要我这儿有啊，拿去用就是了。王掌柜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！陈爷啊，说正事儿，说正事儿。您一共丢失了23件首饰。对着呢。东西锁在卧室的柜子里。当晚夫妇2个睡下之后，并未听见任何声音，但一早醒来就发现锁已经被砸开了，东西也没了。是，这也太奇怪了。街坊四邻没有听见什么动静吗？您家隔壁住的是？西边住的是木器行的卢掌柜他们一家子，那东边呢是个秀才，跟他娘一块儿住，姓陶。陶秀才，陶慧文。哎，听说您的房和卢掌柜的房之前都是陶家的，但是因为陶秀才陶慧文败家，结果把房产都卖了。陶秀才呢，人是个好人，可就是好赌个秋兴。斗蟋蟀。平日您和陶秀才来往的多吗？您是怀疑陶秀才啊？不能不能啊！陶秀才就是个文文弱弱的白面书生，长得跟个姑娘似的啊！别说入室行窃了，想是那墙头他都爬不上去。王掌柜，您啊，我是说您啊，平日会经常查看那些首饰吗？哦，那些个都是富人的东西，我哪会平日里去查看呀？我说个离题之事，王掌柜，我听邻居说，陶秀才经常出入您家吧？上班了，掌柜的。王掌柜，您看看这只凤头金钗，是不是您家丢的？案宗上写，掉了个珠子没配上，后来配了个16石。这钗，您从何处寻来的？天顺当铺，就在您家附近。陶秀才当的，包括之前您家失窃的那些首饰，也在那个当铺，也是陶秀才这大半年陆陆续续当的。当然，我也不相信陶秀才能翻得了那个墙头，我姑且认为他是从您家正门进去，所以这个案子啊是内贼。王掌柜，这富人的东西有时候靠锁是锁不住的。我不告了啊！陈爷，我是说，我不告了，我撤案。王掌柜，我特别明白你的意思，家丑不能外扬。可咱这衙门立案啊，不是您想立就立，想撤就撤的。特别是这种案子，他是个秀才，就算您真想撤，
你也得有供词，说清楚前因后果，啊。之后我还得拿了尊夫人和陶秀才，革了他的功名。如果您不追究，他们也可以从轻发落。差爷，求你，差爷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！慧儿是元芳的，是我害了她。王掌柜，您先起来。您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差爷，我就是想帮帮她，可我又怕让我自家的婆娘知道呀。这铺子是她娘家开的，我不能让她知道呀。前2天她说要回娘家住2天，我就知道她一定会戴这些首饰，这不就穿帮了吗？我让差爷。王掌柜，您是说这些首饰是您给陶秀才的？是我给的，是我给的。您和陶秀才是朋友？您先起来。这个案子我就当什么都没有查到。别跪！别跪！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个忙不是白帮的，你给我买点止血生肌的金疮药就行。哎，我给您买最好的。多买点。买5个人的。6丁6甲护我神，邪魔歪道不进门。侯瑶这么厉害，这一张小小神符能管用？一张不管用，你就多贴几张呗。啊！哎，你这佛上怎么有个巴掌啊？这是如来佛的手掌，就是说猴子本事再大，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，是这意思吧？哎，你是懂得的。我听说书的说的。洪秀才，你们家贴不贴？子不语怪力乱神，我们圣人门徒不信这些。这神符5文钱1张，我买了10张，我就信这50文，多了我也不信。我是不信什么猴妖的。凤哥哥、聪哥哥、齐婶婶，哥儿来了。三更哥，你能下地了？啊，我明日就准备去衙门了。哦，对了，三更哥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如果冷瑞找你帮他打架，你一定不要理他。啊，瑞儿师弟跟人打架了，跟木工房刘掌柜家的孩子，而且还打输了，最后还放话说要找你帮他报仇呢。师妹，你放心吧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会去帮小孩子打架？我知道，但是我怕冷瑞，他一撒娇你就心软了呀。别担心了，他要真来找我，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他。那就好。再说了，我跟那刘掌柜啊也挺熟的，我一会儿先去告一状。刘掌柜下手啊，那肯定是比我狠。哦，三哥，你要去的话得赶紧。那个刘掌柜最信猴妖了，现在每天早早关门上班了，门上窗上贴的全是神符。这事儿还越来越邪乎了。冷姑娘，你不信吗？不信。哎，四眼岭大街李铁腿太卖符，他那符上怎么画着金箍啊？这孙猴头上的金箍是观音菩萨给的，我这巴掌是如来佛的。观音和如来哪个大呀？哎呀，看来还是你厉害。那是。哎，我多问一句啊，这猴子什么来历啊？怎么跑咱们杜县来祸害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猴妖是来报仇的。啊？报什么仇？那年呀，咱这县里来过一个耍猴的，带了一只小灵猴，结果呢，私塾那个王先生挑唆冷我，把那个小灵猴弄死了。啊，对，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回事。
其实大家说闹猴妖也不是全无来由，师傅确实说过，当年办过一个耍猴的案子。哦，我听我娘说过，就是舅舅动粗那4败。王先生动粗啊？这位先生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的学生，他们都逃学来看你的猴戏。你是把孩子轰走了，可把我的狗粮也轰走了呀！我这不是玩耍了吗？对呀，就是。我没来怪你，你怎么怪起我来了？我不怪你，我怪谁呀？你个读书人，你得讲理呀！对呀。讲理啊！那他们不是还在吗？他们也看了你的猴戏呀！你应该跟他们要钱呐！啊！你跑吧！哎，那边还有几位没走，我替你要钱去啊！没热闹看。这几位，这几位刚才可是看了猴戏的？看了。啊，你看，他也耍了半天了，你们几位那也不能白看不是？能不能，多少给点儿啊？给钱是吧？哎，好说。你干嘛？你别去！坏了大爷的兴致。您不是说了要给钱的吗？我说了这钱给他了吗？他那猴耍的不行，那您这是何意呀？这钱呀，是本大爷赏给你的。哎，赏我的？对呀，你比那猴耍得好。这个小哥，你怎么能出言不逊呢？你这教书先生撒起泼来，就让这边有看头。哎，你们以前见过吗？没有。想不想再看看？想啊！哎，这耍猴的，把锣敲起来，让这位先生跟着家伙点儿走。怎么了？刚才不是跑得挺欢腾的吗？没劲儿了，也给你来加把劲儿，跑啊！是这样的吗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原来王先生不是和那个耍猴的打架，他打的是那个泼皮。王先生脾气这么暴躁的吗？舅舅就是这性子，他平日里看起来温文尔雅，但只要一生了气，血一上了头，就像疯了一样。我娘说他小时候的外号叫什么？王大驴。别动！别动！起来！起来！这不是无泪寨的王先生吗？你怎么动上手了？啊！这打的是谁啊？是赵峰里的史六。史六？不能啊！史六我认识啊。对呀，就是我是史六。啊！别动！你的案子发了，
那冷头为什么拿那个耍猴的？那耍猴子是个贼，白天耍猴，晚上就按照白天踩好的盘子让猴去偷东西。猴怎么偷东西？那会儿3伏天，大家晚上睡觉都开着窗，那猴就到大户人家的绣楼闺房里偷人家放在梳妆台上的首饰。那冷头是怎么破的案呢？有一户人家的小姐粉盒忘了盖，晚上风一吹，粉落了一桌子。哦，那个猴子的爪印留下来了。那后来怎么结的案？后来，耍猴的被打了60板子，伤得不轻，也没钱治，好像死在城外的一个破砖窑里了。这个小灵猴呢，是这个耍猴的从山上拐下来的，应该属于这猴妖的儿孙子侄一类。这老猴妖此番就是来报仇的，所以他杀了那个能捕头的王先生。哦，哎，那桥上挂着那副死人骨头架子是？那就是那个耍猴的嘛。哦。骑个龙走恰走恰，你呀身上摸呀摸着在，姐姐的头发变老黑。中间，刀刃的旁边，有些甜，有些黏，咬破了新鲜，咽下了陈年。有人哭，有人眠，我说温馨。其生总有黄秋，指尖轻，远方古道，情醉翻唱，野火不尽，岁岁枯荣。炊烟，命运的上签，旧之前，还个愿。酒后的誓言，纸上的尘缘，风一吹就不见。我数温馨。其生总有黄秋，指尖轻，远方古道，情随翻唱，野火不尽，岁岁枯荣。您知道凶手接下来要杀谁了？凶手先杀了冷捕头，再杀了王先生，又挂了陈旺的尸骨。如果按照这个顺序来，我猜那是因为20年前
冷捕头就是冷捕头，王先生就是王先生，陈旺就是陈旺。这3个人都没有改变过身份。要说这3个人之间的勾连，也只有到20年前去找。像这样的人还有2个，所以凶手接下来会去杀他们。多半是。白天我派2个机灵的徒弟去盯着，晚上就换我和师兄。没想到啊，都过了20年了，你们还要半夜上岗，也不知道你的夜行衣还穿不穿进去。师兄倒是肯定高兴。3更灭灯火，不闻不更鸡。夏捕头，你要查猴妖报仇的事儿，你不是说笑吧？老爷，小人可不敢拿办案来说笑。我依着坊间的传闻，确实查到了当年的一宗旧案。这猴妖报仇虽说荒诞不经，可是眼下这个案子连像样的疑犯都没有。这猴妖是唯一能把冷捕头和那姓王的教书先生连起来的线索。这么说来，倒是也该查一查。夏捕头，只是不知你打算从何查起啊？我来问你，你可曾亲眼见过猴妖啊？小的不曾亲眼得见。你不曾得见就敢卖符，你怎知你这符可以镇得住猴妖？老爷容禀，小的这符啊是百兽符。它不光是猴妖，就是狗妖、猪妖、牛妖、羊妖，全天下的畜生都来作妖，此符也镇得住啊。嗯，镇得住畜生，镇得住树木吗？树木的话，我这百兽符不行。那就好办了，我这大唐的水火棍都是木头做的。来人呐，给我打！油盐惑众，借机敛财，把我这杜县搞得乌烟瘴气，人心惶惶，给我重责40！老爷别打，老爷偏打！我知道猴妖来历啊！且慢！你倒说说。老爷容禀，你看什么？我看老爷好面，好面相啊！哎呀，混账啊！还敢胡言乱语！给我打！小的下面为生，见老爷伏羲灌顶，日月交起，气象贵不可及，一时走了神啊！求老爷饶了我吧，老爷。当真？小的不敢欺瞒老爷。你刚刚说过什么？伏羲灌顶？我是问你，
这个猴妖的来历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是，这个多年前那个耍猴的，跟现在传闻里那猴妖啊，多半是无声老母门里的白莲教。老爷见多识广，他们这个教门里啊，支派众多，有这个大成啊、浑元、收元，多不胜数。其中有一个门派啊，是悟空门。这个门呢又分2股道，一股道呢是取经道啊，就是这个养猴驯猴的，江湖上耍猴戏的10成有7成是这取经道。还有一股道呢是护法道，就把自己扮成猴，那高来高去很有些功夫的。为什么要把自己扮成猴子？装神弄鬼啊！你想啊，老爷，如果半夜入室行窃，万一撞见人了，那必定要喊有贼啊！你要看这个1人多高的大猴子，那毛毛扎扎的，吓也吓死了，哪里还会追他呀？那依你之言，就算是真有猴妖，也是人扮的？老爷英明。好吧，那既然你有禁言之功，我就从轻发落吧。谢谢老爷。哎呀，这还真是个好主顾啊！哎呀，你觉得猴妖是真的吗？猴妖，我不知道啊。我跟你说，本来不是，可这满城的神符一贴，就变成真的了。我的事儿，你跟薛巨人说了吗？你的事儿，跟薛巨人有关系吗？好好想想，想清楚再回答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对你最好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对，那药方有问题吗？药方没问题啊。药方没问题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。我看程先生这是心虚气短之症。你是担心那个小捕快发现药方里的秘密，对不对？按说他发现不了，别说他是个小捕快，就是高明的郎中，他也找不出来毛病啊。那你为何不把药方贴得满城都是，让众人都来找找毛病呢？如果旁人都发现不了药方的问题，都认为那只是普通的药方，就算是那个小捕快发现了什么，也没人会信他了吧？这满城的神符，镇不镇得住猴妖不紧要，大家信不信才紧要。吕三，你行走江湖时，可听说过这个悟空门？这个算命的倒是没瞎说，可就是我没打过什么交道。那我若想擒住这个猴妖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抓他可不容易，我得先出去猫上几天。你立刻就去。好。夏捕头，李三哥。宋典史。去三更。
你的伤好了？差不多了。我要是你，在家多歇2天，至少明天以后。明天？啊，明天是要打板子的日子。我听说他们一个案子都没破。知道何来？他们自己没用，又能怪谁呢？怪你，怪谁？小人跟您打个赌吧。赌什么？夏捕头在这衙门里待不久了。何以见得？您赌不赌吗？赌什么？就赌我的腰牌。我若赢了，到时候您得记得把我的腰牌还给我。我几时拿你的腰牌了？线下是还没有。宋典史，小人先告辞了。哎，把人拿下。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谢师爷，这些药方可曾查验过？老爷，已让5个郎中和3家药铺验过，并无不妥。曲三更，你可知罪？小人不知。冲你这话就该挨打！拿这个陈年药方骚扰人家程神医不说，居然还敢敲诈勒索！宋典史，他这是该当何罪啊？若是坐实敲诈勒索，该当60板子，判得重些，再加溜息1年，徒刑也无不可。小人并未敲诈勒索。哎，那日你明明拿了我2两银子呀！程先生可还记得清楚？我当然记得呀。那天我去专诸向刘家出诊，那2两银子是刘家给我的诊费呀。程先生说的可是本月27日的事情。正是，我好歹也是个行医之人，我还能诬陷你一个小捕快不成吗？就是，程先生，等。程先生说你是敲诈，你必定是敲诈。人家一个神医诬陷你图什么呀？小人不敢说程先生诬陷，可能是程先生每日看诊操劳繁忙，记错了也是有的。还敢狡辩？来人，给我拖出去打！且慢，老爷，让他说完再打不迟。听听他如何编的圆圈。好，许三哥，你接着编。小人不敢说谎。那日小人确实找过程先生，也使用了些埋伏诈语。我们捕快办案，虚虚实实也是常情。别说这些废话，我就问你，拿没拿过银子？拿了。可那2两银子是程先生赏给小人的。你胡说！小人不敢胡说，小人有证据。常言道，无功不受禄。小人得了程先生的赏钱，心里甚是不安，所以当天小人就将所得的2两银子捐给药王庙做香火钱。药王庙的功德簿记得清楚，我是看着那小道士写的，得取3更香火供奉，银2两。而且小人觉着，既然是借花献佛，这功德就不能让小人一个人独占了，所以我特地让小道士添上程义志先生所赏几个字。老爷若是不信，派人去那药王庙查查功德簿就清楚了。误会，一场误会。许三哥，看来是你那埋伏诈语使得拙劣，让程先生啊误以为是敲诈勒索了。想来也是如此吧。小人笨嘴拙舌，头脑鲁钝，这边厢给程先生赔不是了。误会，是误会，老爷。哎，程先生也不用太过内疚。我早就知道这曲三更是个死心眼儿，他屡次骚扰程先生，就该教训教训。曲三哥，这药方现在查也查了，验也验了，该死心了。是，老爷。
个个都很甜。来2斤。啊，老板，称了2斤梨。好嘞。拿大个的。5天，整整5天，一个案子都没破。我老夏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就让这板子替我说吧。一个人10大板，早班的兄弟，给我打整齐，打出点儿来。许三哥，你就站在那儿，给我唱行。来吧，起棍。1、2、3，停！你这声音谁听得见啊？重来。4。停！你不懂什么叫重来吗？从1开始数。再来。1、2、3，停！你怎么这么废物啊？声音都没有板子响。你是不是想让兄弟们多挨板子啊？把给你爹豪丧的劲儿拿出来，再来。都散了吧。你们5个是最次的，别人好歹还能查点东西，你们连个屁都没有查到，加罚500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5个也不用多挨打，挑一个出来。许三哥，你说应该打谁呀？你要是挑不出来，那他们5个就一起打。打我吧！打我吧！这些哥哥们是我连带的，打我吧！好小子，讲义气。其他人都散了吧。许三更，你来打。夏捕头，小人是快板的，不会打板子。你是快板的，不会打板子，可是你也不会抓贼呀。你说，你到底会什么？三哥，你打吧，药我都备好了，放心打。打这边。
把刚才豪丧的劲儿拿出来。许三哥，你个废物，板子都不会打吗？误伤了夏捕头，来人，把他按倒，重thương20。哎呀，夏捕头，不碍事吧？来，别愣着，来，快把夏捕头扶到后边去，请郎中看伤啊！慢着，什么受不伤？他分明是故意的。这小子以下犯上，殴打上差，犯了6上面的大忌。什么主子2事？今天我非要废了这小子！来人，往死里打！我不喊停，不许给我停！夏捕头，消消气啊！他跑不了。这样，咱们先回去看伤，日后好好处置他。你给我闭嘴！什么日后？你这摆明了是护短。杜县的衙门，衙务飞驰，人心不正。自我来后，你们处处掣肘。今天竟然让那个小捕快将我打伤，这些我日后定要禀报聂台大人。你杜县的典史也脱不了干系。我今天定要废了他，你要再敢阻拦，将来就问你个渎职抗命之罪。夏捕头，你口口声声以下犯上，现在是谁以下犯上？我聂台衙门的上差。哼，你县衙典史，一个无品无级的不入流，还要在我面前耍官威吗？这个杜县啊，真是古怪的很，竟然让一个四肢不全的废人来当典史。宋典史，你为了当上这个不入流的小官，花了不少钱吧？大胆！个贱籍蓄力，与畅游同级的下贱东西，居然敢在此地侮辱刑房堂官，以下犯上，大逆不道！我现在就引大明律拿你！来人，把这个姓夏的给我索拿收监！我用聂台明法公恩，谁敢打我？二位，消消气，都消消气。此间经过，已经有人禀明知县老爷了。不巧，老爷今日身体不爽，就派我来传个话。那捕快许三公，不管是误伤也好，还是有意也罢，总之是伤了上差，先杖责30，再收监关押，待得老爷身体无恙，再来审问论罪。宋典史啊，这是知县老爷之命，您若还有下情，请改日再找老爷吧。夏捕头，此地毕竟是杜县县衙，老爷既已发话，您也暂且先忍耐一下吧。夏捕头，你没事吧？夏捕头，来，夏捕头，来人呐！扶夏捕头到后堂休息。夏捕头，委屈您了，在下陪您过去。我已经叫了大夫，即刻便到。请。你们愣着干什么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杖责30，等谁动手呢？我还等什么？打！狠狠的打！曲三明，你个蠢货！他这分明是故意激你，让你行出非分之举。
这样子才好收拾你。我知道。等一下，我也是故意的。你说什么？有件事，他得收拾了我才能放心的做。我要进牢房了，宋天使。要派您帮我收着。夏捕头啊，我劝您不要再和宋天使置气了。谢师爷，我有一事不明。按说这个残疾是不能为官作吏的，可宋晨他……宋晨的这个典史，既非本县点选的，也非吏部委任的。他的这个典史是由皇上钦点的。什么？还有这等事？夏捕头可曾听说过10多年前的会员科场舞弊案？老夏是一个粗人，什么科场舞弊的案子，不太知道。我们这些读书人可是记忆犹新啊。10多年前，有一个名满江南的大才子，叫宋仲求。宋仲求，我知道。听说他的字画挺值钱。是值钱，那是因为他再也画不了画，写不了字了。为什么呀？死了吗？他的右手只剩了2根手指，残废了。你是说宋晨就是宋仲求？宋晨，字仲求，幼年既有神童之名。16岁中了秀才，19岁乡试第1，拿了解元。28岁赴京赶考，头一场又是第1，拿了会员。大家都说，到了殿试的时候，状元80%是他。可是，还没等到殿试，他就被抓进了天牢。他会考作弊了，不过是朝堂争斗罢了。那时候考题呀，出的极偏，可偏偏啊，宋晨和他一同赶考的好友，把那篇文章做得花团锦簇。他们考前啊，还一同拜会过主考。在那个时候，他行了贿。拜主考并不是稀罕事，大半的举子都会去拜，只不过那御史刚好是主考的正理，便以此为由参了主考，受贿漏题。可有证据？参人需要什么证据？若皇上说要审，那也是先拿人，再找证据。没想到这朝廷办案跟我们一个路子。宋晨在天牢里受尽了酷刑，他那身残疾就是那时候落下的。最后他屈打成招，供认了主考，泄了题给自己和朋友。这可是大罪呀！哼，他刚刚招供没多久，朝廷就翻案了。这么快就翻案了？要不说是朝堂争斗呢，主考官的势力啊，究竟大些。可宋晨啊，却讳源已免，还被追责呀，考前行为不端。他那个被他供出来的好友，悬梁自尽了。后来啊，皇上下了道旨意，是县令以下，县城、主簿任他选。可他呀，偏偏选了典史。这是为何？有人说呀，他把天牢里的大刑啊，都领受了一遍，颇有心得，准备要学以致用了。宋晨是由皇上钦点的传放官，虽然只是典史，但拿的呀，却是五品官的俸禄。哦，这比现在也拿的还多呀！
可是他每月只领典史该领的那一份，从不多拿1文。这是什么？睚眦。睚眦是什么？睚眦是一种残忍而且记仇的凶手。夏捕头啊，您呐，消消气，败败火，唱个离啊就行了。翠花楼的酒真好喝呀，就是贵，太贵了。怪不得您往日都不在这里吃酒。宋老爷，您今日里是不是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啊？人生在世，能有几日痛快的呀？春杏，倒酒。宋老爷，您别干喝呀，也吃口下酒菜吧。我吃了。您明明就没吃。我是拿着这一肚子的不痛快当下酒菜了。宋老爷，你想不想听个曲儿？好啊。不过春杏，你几时学会了唱曲儿啊？我是不会唱，可是玉奴姐姐会呀。你玉奴姐姐的曲儿我可听不起。又没说让您花钱，我请您听还不行啊？宋老爷，跟我来，走。就在这儿。旁边就是玉奴姐姐的房间，只要开着窗啊，这里就能听得真真的。我不是总没客人吗？就老是跑到这里来听玉奴姐姐唱。你听，她要唱了。宋老爷，我再去帮您打一壶。我该先问您，还喝不喝的？
你是怕我付不起酒钱吗？不是。罪不能割12年，牢中行乐，狱中眠。莫说海内留名字，谁信妖间没酒钱？宋老爷，您这是在作诗吗？很久都没有做了。写下来，咱们把它写下来。宋老爷的字写真好看。不好看。不好看。这左手写的字，这宋殿试的字，不是我宋晨的字，我要用右手写。这才是我的字。这才是我的字。这几日你们辛苦了，白天应该去补个觉。师兄更精神呢，我也不能太懈怠。你这么着急的来找我，是不是让你们去盯着那2个人？他们那边有什么动静？我和师兄都看见了一只大猴子，是那个什么猴妖？悟空门的飞贼。可是奇怪的是，他总是出现在我们附近。他发现你们了？应该还没有。
那他都干了些什么？飞贼嘛，偷东西呗。这应该是冲着咱们来的。嗯，否则也太巧合了。你呀，老老实实说话。这2日，就这河沿上的住家，差爷我访了200多户。这猴妖传言的根子，就在你这儿。不敢瞒差爷，小人的确看见了猴妖。嗯，那是小人起夜就从这个窗户看见了猴妖。那猴妖什么样啊？就是一只很大的猴子，得有，比差爷你还大一圈。混账！是我混账。小人的意思，那猴子比寻常人还大，浑身是毛，就蹲在对岸。他蹲在对岸干什么？捞月亮。什么？他真的是在捞月亮，用手，哦不，用爪子一遍一遍的捞。捞月亮，你既然手到了，为什么不拿下他？这猴妖的装扮和身法确实是出自悟空门一支，而且也有大成。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抓住他，就没敢轻举妄动。那你应该调着他，找到他的贼窝在哪儿啊？头儿，这夜行人盯夜行人不比平时盯少，这极容易暴露。万一我打草惊蛇，惊走了他。头儿，你不用急，我都盘算好了，咱们这个埋伏啊，不一定非在贼窝里打。既然我已经寻到了他的龙王庙，咱们就在龙王庙里瞅他。什么龙王庙？这小子就是个飞贼。这飞贼讲的是人赃不一窝。这我知道，赃物和藏身的地方得分开，免得人赃俱获。对，这有一路贼啊，他就喜欢把赃物藏到水里，所以我们就叫这样藏赃物的地方龙王庙。你看他们说那个猴子捞月，其实就是捞赃物，是找一个水缓备人之地，在旁边的岸上找棵树，系个绳子，绳子的那头呢还系个篓子，把这个赃物用油布包好，放在篓子里，在上面放上重物，沉到水里。如此说来，你是想在龙王庙设伏抓他？正是。飞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我今天已经换过药了。哎，我是来跟你说，真让你说着了。我们要开始抓猴妖了。各位兄弟，实不相瞒，我李三儿也是绿林出身，对飞贼这行呢，也算多少知道些门道。飞贼这行呢，有个入门的口诀，所谓高处到底，低处停，身法切莫片刻停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杀生见血非我行。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飞贼为什么喜欢上房翻墙？因为寻常人他上不去，高处视野好，容易逃跑。这就是走高，不走低。这第二句说的是，飞贼无论是寻找退路，还是跟人动手，这身法不能停下，脚底下得动着。这第三条他说，这飞贼要有掩人耳目、声东击西的本领。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。最后一句杀生见血非我行，即使要伤人见血，那也是为了求一条生路，而并非是要真的杀伤人命。
大抵飞贼都依这4条行事，而我们抓贼呢，就要从这4条着手，所以咱们得好好操练操练。还要操练？对，他还给我们都分了组，各有各的任务。那你们何时去抓猴妖啊？3天以后。各位兄弟，这猴妖在房上跑，虽然不容易被捉，但有个短处，就是要论快。那无论如何也不如平地上跑着快。只要你们知道猴妖往哪个方向跑，在地上跟着跑，就不会被他甩下。我等该如何知道他是往哪个方向跑啊？到时候跟着我就行了。素霓白虹电光火，千里追风玉狐狸。不止这一网就能抓住他，就是拦着他，这黑天半夜的，他下了水就不好办。这菜油必须要现剥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何时才来，泼早了就干了。明黄流火！哎，这很不烫啊！快追！喂，在那边！向东啊，举灯。往东去了，快！就以刚才我们划定的地方为界，往东就点1盏灯，往西就点2盏，往南3盏，往北4盏。快到北界了，4盏灯，白灯。
往咱们这边来了，快准备！来！哎，这结实啊，是够结实的，不过得用墨把这染黑了，不然容易被发现。啊！中间，刀刃的旁边，有些甜，有些黏，咬破了心弦，咽下了陈年。有人哭，有人眠，我属魂心。其声总有黄秋，指尖轻，远方古道，情醉凡尘，野火不尽，岁岁枯荣。炊烟，命运的上签，旧之前，换个圆，酒后的誓言，纸上的尘缘，风一吹就不见，我属魂心。似其声，总有黄秋，指尖轻，远方古道，情随凡尘，野火不尽，岁岁枯荣。这猴妖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凶手呢？要说身手，确实还可以。这猴妖如果只是凶手放出来的幌子，而凶手这次要杀的不是你们两个盯的那两个人呢？您落单了。不单是我，我们都分开了，全落单了。而且我们不知道凶手在哪儿，凶手却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哪儿。我们不管什么猴妖了，我和师兄会来护着你。这样凶手就可以放心大胆去杀你们原本盯的那两个人了。咱们这个对头啊，确实是不简单，只不过
反过来想想，那2个人倒也是该死了。拿去吧。这个赌，算你赢了。谢过宋殿试。不用谢我，要谢，就谢这个猴妖吧。夏捕头已经带着他回聂台衙门了。刚走，口供审出来了。我倒是审出来过1份，不过夏捕头回到聂台衙门，想必会再动点刑，再审出1份对他有用的，再把这个案子栽在猴妖头上。夏捕头要是冤枉别人，还真想不出这么圆全的供词，又杀捕头，又杀教书先生的，这动机就不好辩。果然是你啊！什么是我？这也是衙门里的道道，赃物里会经常多出点捕快们破案正好需要的东西，可里边竟然有冷捕头的腰牌，原来是你设计的。宋殿试，我们快班的班房，您怕是从来都没去过吧？我们衙役呢，交班回家之时，都会把腰牌挂在那屋墙上。虽然师傅不在了，但这块腰牌，我还一直留在那儿，每天都会擦擦，也说不准，哪次就被他们留意到了吧？你是想让这个贼把夏捕头打发走？那贼也不算太冤，我会尽快找到真凶，到时候再把那贼按偷盗判刑就是了。你自己看看吧。这是份买古董的清单，这也是在那猴妖的赃物里发现的。夏捕头觉得多余，这也是衙门里的道道。碍事的东西都会在证据里消失。这像是个古董贩子寄的，就是那种走门串户收古董的。这上边记的都是他在哪家收了什么，花了多少钱。那个猴妖就是按照这份清单去作案的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家里刚卖了古董，肯定有银子。这猴妖是从哪里得来这份清单的？隔壁毛县有个江湖人所谓的太平灶。太平灶，贼们销赃的窝点。这古董贩子到太平灶上收赃物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顺手把在咱们县收获的清单卖给贼，这也很寻常啊。
我已经派人去拿那个当家的了，不过多半是拿不到。宋典史，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没什么可疑的。没什么可疑的。城里那些被侯瑶偷过的苦主，我都叫过来询问过，他们都说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古董。什么？或者他们根本不认为这些是什么古董，而是那个古董贩子主动上门，非说他们家里的破碗、老壶、旧扇子是古董，而且花大价钱买走，然后他再通过太平灶把清单卖给侯瑶。这就是说，是他把侯瑶引来，而且他想让侯瑶在哪里出现，侯瑶就能在哪里出现。可他为何要这么做？我只知道那些苦主都说，这个古董贩子是个戴斗笠的大胡子。哼，那个侯瑶呀，真是太可怜了，下部都要利用他，你要利用他，连那个凶手都要利用他，他这辈子估计从来都没有这么有用过。又死一个神医程义志，前2天还给我诊过脉。捕头教书先生，现在又死了个神医。你们说这凶手他到底图的是个什么呀？老爷，咱可以先查一查这程大夫的死因。对，仵作，程大夫的死因可曾查清啊？回老爷，程大夫面色发紫，口唇发黑，小人断定是中毒而死。中的是什么毒？这我不知道。老爷，小人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这位是这位是保安堂刘掌柜，现因尸体之上有一沓药方，而且放尸体的大锅里满是药渣，所以特地请他过来帮忙验验。哦，保安堂刘掌柜，是，你有什么话要讲？老爷容禀，尸体上的方子都有程先生的画押，还有这些药渣，也正好是方子上的药。依小人看，这程先生是被他开的药给毒死的。毒药啊！这程大夫怎么会自己给自己开毒药呢？不，程先生开的药方都没有问题，也都是治些寻常病症的，只是这用药讲究的是君臣佐使。照这样看来，是凶手将数十张方子上的药给一锅煎了，然后给程先生灌了下去。哦，你是说这个药它本来不是毒药，但是混在一起就有毒了？俗话说是药三分毒，这些药方里有像草乌、天仙子、白头翁这种药材，这样的量就是必死的了。斯人也而有斯己也。小人查过了，这是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得了重病，孔子哀叹的话，意思是，这样的人啊，竟也会得这样的病，大夫竟也会被自己的药毒死。这凶手留这句，
也算切题了。谢师爷，这案子咱们继续上报吗？老爷英明，公文已经拟好了，就等您过目了。好，走吧。什么瞎捕头，就会打板子抓猴子。我这次非得好好告上他一状。宋殿试，小的也告退了。两位请留步。刘掌柜，劳烦您看看这2套药方，是程大夫开的，20年前开的。若如您刚才所说，把2个方子上的药混在一起，给1个病人服下，那会如何呢？薛三哥，这个药方到底哪里弄来的？这是师傅留下的，我也并不确定就和本案有关，所以，这位官差，刘掌柜，如何？若真是如你所言，将这2张方子的药混在一起，给这个叫陈旺的病人吃了，都没什么大碍。可要是给这个陆远豹，这个就是虎狼之药了呀！哦，那他会如何？最迟不出半年，就要大口吐血了。若还不停药，必有性命之忧啊！刘掌柜，我记得凡是拿药方子去药铺抓药，必定要留下方子底子的吧？是，这是防备病人吃药吃坏了，也好有个凭据。所以，就算吃死了人，到药铺去查方子，那程大夫也不会有半点差错。是，仵作大哥，若是这样吃死了人，让你验尸，你会当作中毒而死吗？不会。这半年来，这时好时坏，我可是时日不多了。员外不必担忧，依我看，员外气血旺盛，无非就是需要调理休养而已。有劳程大夫了。那员外安心将养，程某人告辞了。程先生的医术是源自家传，只是不知他的那个是从哪儿学来的。程先生，你家这员外的第1服药要有时吃。是，我记住了啊。但是在服用这第1服药之前，要先服这冲虚散作为药引。这冲虚散要用滚开的水冲开，再静置2个时辰。算来呢，正好就是现在就要冲开。你速去厨房冲来。先生，我等送完您立刻就去。你不用管我，病人的病要紧，你现在立刻就去。那小的失礼了。快去，快去。那个程大夫前几日来复诊的时候又偷东西了，
他这次偷了一个刘海吸金蝉的檀香木雕的香筒。我们请他来是个员外看病的，他是我们都县最好的大夫了。抓了他，于我们而言没有任何好处。不过我把所有要紧的东西都藏起来了，然后摆上2件不值钱的东西给他偷，就当给他的诊费了。不过，我把他偷的东西都记下来了。这是块墨，这个字念歙，歙是个地名，歙县的歙。仲爷，你没必要学这种冷僻的字，我教给你的那些就够用了。仲爷，您再学，我的学问都不够教您的了。到时候您就得跟我一块儿去上学了。仲爷，说到先生打板子，我好像知道王先生院子里埋的头骨是谁的。西门湾有什么好玩的？有坟地。你去坟地干什么？今天是我一个朋友的忌日，我要去给他烧纸。除了我，你还有别的朋友？你才认识我多久啊？快1年了吧？我那个朋友死了有5年了，叫乔狗儿。冲啊！跟着我乔狗儿上！上！军师何在？在。本帅应该如何处置这只乌龟啊？启禀大帅，听说乌龟翻身不用手脚，用头一顶就能翻过身来。翻身！你不应该躲他们远点的。我们本来都是玩熟了的，可后来有个小二他娘跟他说，我是个乌龟，不让他们跟我玩。之后他们见了我，就开始叫我乌龟，欺负我。人本来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小狗儿当真是你朋友吗？此刻还不是。我要看乌龟游水。1、2、3。乌龟也不是都会游水的。这乌龟是淹死了吗？乌龟潜到水底逃走了。我们走，快走！乌龟，你醒醒，醒醒！刘赖子他们呢？早三了，他们把我扔下河了，我看见了。要不是我看见，你就淹死了。我总不能看着你淹死吧？谢谢你。哎呀，没事。你说你这个乌龟，怎么这么没用啊？连游水都不会。大概是因为我是翠花楼的乌龟吧？翠花楼这么多乌龟，
也没见谁会游水。现在我会游水了，是小狗儿教的。小狗儿，我求你一件事儿，你能不能喊刘赖子他们别打我了？这何难？虽然我现在每天去学堂读书，和他们远了些，不过我谅他们也不敢不听我的。你去学堂读书啦？读书好玩吗？不好玩，先生又爱打人。哎，说起这个，你姓什么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最近在背百家姓，想看看你的姓排在哪里。我没有姓，因为我娘不知道我爹是谁。你娘也是翠华楼的？我娘死了，但是她死之前是。我娘也死了。你就在这里等我，我再去偷几块点心来给你吃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走了。小狗儿，啊，我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没事儿。对了，明天放学了找你玩，你在河边等我。好。他爹已经来过了。那天我和他约好了见面，他却没有来。后来接着好几天都无影无踪。我去他家汤饼铺找过他，但是没有开门。他的邻居说他走丢了。他爹那些天也关了铺子，到处找他。后来，有人说戏台后面发现了一个死孩子，没有脑袋。没有脑袋，被砍掉了。那是小狗啊。他爹是从他的衣服和他背上的伤疤认出来的。有一次，他爹用大木勺揍他，木勺碎了。碎木头碎得他满背都是。他给我看过那片伤疤。今天是他的忌日。那这件事就发生在10月啊。小狗应该不是在戏台被害的。为什么？这个时候不年不节，除了初一大节。没有戏班子演戏，根本就没有人会去戏台。凶手应该也是因为这一点，才把尸体扔到那儿的。这我倒从来没有想过。小狗儿死前，有谁见过他最后一面？应该是他同学吧。他同学说放学和他一起走的。当时我们约好了见面一起玩，他还说从那天开始教我写字，还说带一支笔给我。小狗儿之前在哪个学堂上学啊？有个姓王的先生，那个吴雷斋。对，吴雷斋。仵作说，这是一个10几岁孩子的头骨，年头太久了，不太好说。不过你看，他的枕骨碎了。如果说不是死后碎掉的话，那应该是在死前被什么东西重击后脑而死。你看他的颈椎，颈椎上像是有很多被斧头劈砍过的印子，凶手定是砍了许多下儿，才把头给砍下来。凭这个，能把王先生抓起来审吗？这种陈年旧案，苦主不告，我们也无从查起啊。
就是说我要先把这件事告诉给乔狗儿的爹。我劝你最好不要去。为什么？王先生在本县颇有人脉，又是个秀才，就凭这点证据，是告不了他的。可以开棺验尸，比对一下脊椎上面的断口。就算是你现在能证明这是乔狗儿的头骨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王先生完全可以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，不知道是谁埋在他院子里的。我可以作证。你可以作证。没用的。一来你是个孩子，二来我是家奴，是个贱籍是吧？就凭我告不倒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秀才是吧？陆芷啊，等你再长大一些，你就知道了。其实这样的事情，原来杀掉一个人却不用受到惩罚，竟是这么容易的吗？钟爷，我也识了字，读了书，可我觉得这世道跟书里写的不一样。书都是劝人为善的，可我总觉得为善很难，作恶却很容易。钟爷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这世上极善之人和极恶之人都是少的？我明白了。对于我陆直来说，钟爷您是善人，员外也是善人。钟爷，张少爷，员外找你们呢。员外，我大概明白了。说说看。这2本账本都是鸿顺之局的账本，是阴阳账本。我看的这2页就差了2500两银子。那你觉得怎么回事啊？员外，这件事关系到您的朋友，我不敢说。那有什么不敢说的？但说无妨。这鸿顺之局是您与赵举人合开的，员外您占了6成股份，那赵举人只占了4成。之局的佟掌柜是赵举人派的，这账房的李先生是外乡的，说是旁人引荐来的，其实是员外您暗中委任他，让他盯着账目。员外您还经常派我去跑腿联络，整个支局的人上上下下我也都知道了个七七八八。依我看来，能一下子挪用这么多钱的，也只有赵举人了。赵举人也必定是逼迫这位李先生，让他不许下账，所以这位李先生才又写了1本账本。员外，这个孩子真是不得了啊！我还什么都没说，你便全都猜中了。李先生，赵举人做这件事已经不止1次了吧？陆芷，你何以见得啊？我是猜的，员外。要说这种事一开始不都是小笔小笔的，后面胆子大了，数额才越来越大。很少有人一开始就挪2500两这么大的。是啊，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了，前前后后大概挪用了4300两。陆芷，你觉得这事儿该怎么办？员外，这件事肯定不能装作没看见，否则赵举人肯定会变本加厉。按理来说，报官都不为过。员外，您若是忍得过去，您就敲打一下赵举人，让他抓紧把钱还回来。您若是不能忍，大家就拆骨散伙罢了。拆骨散伙？陆芷啊，你还是个孩子，历练太少。这个姓赵的呀，喜欢鸽子。陆庄，把我前2天剩这点鸽子给他送过去吧。
顺便请他过来吃酒，就今天晚上，啊！记着啊，带上张贵，让他认认路。赵贤弟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常少爷，这个酒给我吧。赵举人在咱们这儿喝醉了酒，得夜宿在咱们这儿。你去跟李妈说一声，让她把客房收拾出来。嗯，行。掌柜，甘少爷，我是去去替员外办差事了是吧？是，什么都瞒不过甘少爷。差事办得还顺利吗？顺利，只要用心办，就不会出什么差错。辛苦了。哎，哦，对了，席面上那个陈年汾酒剩了不少，这一坛我就自己留下了。等你们俩办完正事之后，来找我。多谢甘少爷。赵贤弟最近发财了，陆兄何出此言呢？我听别人说你在做放贷的生意，那可是日进斗金啊！啊，陆兄说的是这事儿啊？嗯，兄弟，我只是跟友人搭伙，做过幕后金主。哦，你要多少利息啊？啊，月息4厘。月息4厘，那4300两银子，月息就是172两，不少，比一个中等铺面挣的还多啊！啊，陆师兄好算数啊。嗯，只是没有人借那么多。再说，哪个金主能一下子拿出4300两啊？我陆远豹啊！赵贤弟不就从鸿顺之局的柜上借了4300两吗？我还奇怪啊，昨天陆兄请我吃的什么酒？难不成鸿门宴啊？是不是这杯子点儿一响，我姓赵的叫血溅当场？区区4300两银子，还不在我赵某人的眼睛里。你们陆家在杜县是独门独户吧？哎，我赵家在县里那可是有的是亲戚里道。你不会因为这点散水银两就要跟我见衙门吧？哎呦，巧了，巧了！就在前天，知县老爷给我下帖，与我明天上府一聚，正好，啊，你就让知县老爷把我给拿了。我还忘了，这记性。我赵友仁身上还有个举人的功名，你要想拿我，还得费点心思，把我这举人的功名拿了，画一之子，就不烦陆勋相送了。哎，赵贤弟，赵贤弟，于兄就是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了？你说我怎么会为那区4300两银子就断了咱们的交情啊？赵贤弟，来来，坐。赵贤弟啊，看你昨夜啊酒喝的太多，现在一定胃里难受吧？我特意吩咐厨子呀，给你做了醒酒汤。这个鸡尖汤就是取雏鸡的翅尖，快刀切碎成丝，再加上椒料、葱花、元碎、酸笋、油酱之类的，哎，结成清汤。最是醒酒暖胃啊！来，赵贤弟，来，喝一口，就算兄弟赔罪了。
味道如何啊？可。哎呦，一看赵贤弟这还是在生为兄的气，连我特意给你煮的醒酒汤都不肯多喝一口啊！哎，陆兄啊，这银子的事儿啊，其实我早就想跟你商量，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话头。赵贤弟，银子是小事儿，这样，咱们今天啊，干了此汤，银子的事儿就此不提，如何？好。陆兄啊，这个鸡棒丝果然是美味啊！哦，对了，昨日啊，光顾吃酒，忘了问你了。这是前日子他们送了我一对鸽子，叫什么紫鹤秀，或者叫那个紫四块玉。我哪懂鸽子呀？我就差家人给你送了去，可还如法眼啊？还好。我那家人回来跟我说了，说赵贤弟养了一对名贵的鸽子，不跟别的鸽子混养，要单独饲养。哎，它叫什么名字呀？铜棒白。哦，那为何叫此名字呢？只因此种鸽子，浑身雪白，没有一丝的杂色。哦，唯独一对翅膀赤铜色。正所谓玉鸟相得紫金翅，白云剔透半遮日。玉鸟相得紫金翅。哎，这对紫金翅刚刚给你做了醒酒汤啊，但是我嘱咐厨子了，把这羽毛留下了啊，看看是不是你这对铜棒白。陆元邦，赵贤弟一定很奇怪，昨日赴宴前把这对紫金翅啊好好的关到了自己笼子里，怎么今天一大早就到了我的餐桌上？赵贤弟说的没错，我陆远豹既没势力又没功名，但是到你们赵家去拿点什么活物死物，那还是随随便便就能取来，而且不会留下一丝痕迹。赵贤弟看来这是不信，哎，你可以赶紧回家看看。哦，走之前，把你这对铜棒白啊带回去。啊，陆大哥，兄弟知错了，何必如此？陆大哥，银子的事，3月之内定当还上。我跟你说过了，银子是小事儿，今后从分红里扣就是了。哎，不过既然你有这个心意的话，我也不好拒绝啊，那就签个借据吧。哎，签，我签。陆大哥，不是说4300两吗？这5000两了。赵贤弟，凭咱这交情啊，那172两利息我是断不能收的，所以呢，就把本金啊45入，凑个整数，好记啊。赵贤弟是觉得不妥了，没事，我可以改。不，妥，我签。陆直，伺候着。那叫玉鸟什么？
玉鸟相得紫金翅。玉鸟相得紫金翅，紫金翅没了，没了。张贵儿，出息了，光给人当看家狗，竟还偷上鸽子。师哥，甘少爷，这就是我师哥67，受了重伤前来找我，我不能不管。可是私藏外人被员外发现，要受重罚。受责罚倒没什么，我怕的是甘少爷，我也不瞒你，我师兄是江湖人，身上积案不少，我怕员外将他送官。可我是不送官，就是我藏匪类。我和师哥要比寻常师兄要新鲜，我俩都是被逐出师门的弃徒。我不想连累陆家，也不想连累你。今日找你来，是想向你讨个主意。你若觉得我师兄在陆家藏得住，我就让他养好伤再走；你若觉得不妥，我现在就带他走。你还有别的地方去吗？眼下还没有，城里怕是不妥。掌柜，难得你这么信我，办法我一定会想。只是我要问问，你的这个柳师哥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鬼手柳17，弹指混鬼戏，3更灭灯火，不闻5更鸡。我这个师哥是拿人钱财替人杀生的。我真不该问。知情不报，这是对陆家不忠。可我若是卖了你，又对不起你这么信我。甘少爷，罢了，不管他是干什么的，我都只当他是你张贵的师兄。甘少爷，这事就算不让员外发现，也必定瞒不过忠言。难办啊！这件事还不能现在就告诉忠言，你让我想想办法。对了，你这院子里的另外2个护院，他们之前在镖局里做过大官，不好糊弄。你是说鲍胜、赵亮？我一定会注意的。真是多谢甘少爷了。没事，不过就是代写了一封平安家书嘛。甘少爷慢走。甘少爷，都到我们院来了，去我们屋坐坐。赵亮哥哥，我今天还有差事要办。这样吧，等明天我去员外的灶上再拿2个下酒菜，我跟你还有鲍胜哥哥一起喝一顿。那可就是啊，给他们脸了。是。你要说这个，我可就不来了。哎，别呀，甘少爷，我们明天啊等着你。好，明天等你。慢走，甘少爷。陆家的3个后院身价都不低，其中最贵的
就是张贵。练武之人都喜欢拿师承门派吹牛，可张贵从来不提。钟爷，我知道张贵的师兄受了重伤，这件事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您说。知道。钟爷，这可是大名鼎鼎的鬼手柳十七呀，他也就是伤成这样，但凡他的手能动一点，咱们都不敢空手进这屋子。竟敢把这样的人藏在咱们家，张贵这小子安的什么心呀，钟爷？二位哥哥何必如此？大家都是在这陆家混口饭吃。是呀，我们吃的是陆员外的饭，自然不能让他老人家的宅子里窝藏个杀人魔头啊。无非是我拿的银子比你们多些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本事。要不是你们拿刀架着我师兄，我岂能让你们拿住？太嘴硬！张贵，你别说话了。二位哥哥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张贵他的师兄受了重伤，这件事放在二位身上，肯定也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不管他师兄是什么人，受了如此重的伤，肯定惹不出什么事端了。二位就当是行个好事，等这师哥能挪动了，再让张贵把他送出去。不是啊，甘少爷，你等他伤好了，张贵给他做内应，他们回来是要拿银子拿银子，要拿人头拿人头啊！甘少爷啊，这人我们都已经绑了，断然没有再放的道理。咱们看钟爷的吧。先要禀告员外啊！把张贵和柳十七送官。甘少爷嘛，那就让员外定夺吧。防备家贼也是我们的差事嘛。哎，骨头的中间，刀刃的旁边，有些甜，有些黏，咬破了心弦，咽下了陈年。有人哭，有人眠，我属魂心，祭祀其生。炊烟，命运的上签，酒之前还个愿，酒后的誓言，纸上的尘缘，风一吹就不见，我属魂心。祭祀其生，纵有黄秋，只见青云，远方古道，
是。谢中尉丹，谢开上有丹。主任，这样缺尸体该怎么办？是。你是想要伪装出他们两个人偷了东西逃走，然后分赃不均、自相残杀的样子？程大夫被杀的公文一到聂台衙门，夏捕头栽赃猴妖的把戏就穿帮了。据说，聂台大人震怒。有本事打架啊！姓夏的，你还别以为我们是以多欺少，实在是你姓夏的报应来了。你当初打大伙那些板子，现下大伙要还给你。识相点，痛痛快快把裤子脱了，趴下！这聂台大人也真够绝的啊！直接把老夏贬到寻常捕快，还发到咱们这儿来当差了。这么高不行啊？什么不行？各位兄弟，听我说一句，成不成？要说谁最恨这姓夏的，那肯定是我曲三更了。
我就盼着大伙能一棍一棍把他打死在衙门。各位兄弟，干脆今天咱们就在这衙门里要他的狗命吧！大家说好是不好啊？三公有话就直说嘛。金二哥，今天大家要是想打死他，无论天大干系，我曲三更都要打这第一棍。只是呢，我觉着咱们为了这条贱命吃官司丢差事，有点不值得。我们就是想出出气，怎么就能打死他了？这一拥而上乱军旗下，他还活得了吗？不过，大伙若是不想结果他，只想出出气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欠大家多少板子，想来每个人心里都是有数的。咱们挨个记下来，再排好顺序，隔三差五打一回，就以不打死为准。这样3、5个月也好，1年半载也罢，他屁股稀烂，整日沾着裤子却沾不得椅子，他生不如死，咱们却不担干系。各位兄弟看，这个办法可还使得？好，三公兄弟这个主意我赞成。各位兄弟，以为如何啊？这样好，下面。要是兄弟们都赞成，我金二就当个书记。各位兄弟，跟我到班房报个数吧。走，走。龙总啊，来。吕三，这顿酒是哥哥跟你的绝交酒。喝了这顿酒，咱们就一刀两断，省得你再跟着哥哥吃瓜牢。咱们一起来的，就得一起走。你对我有恩，旁的就不说了。搅扰二位了。一晚上你都等不了吗？我等了很久了。夏捕头，有个东西用完了，你该还我了。曲三更，你是故意的。你知道凶手会回来，故意引我拿了个腰牌，栽赃给那侯耀，让我栽了个大跟头。金二哥把你该挨的板子数算出来了，4舍5入750板，你怕不怕？我担一半。夏捕头，你怕不怕？怕。之前你打大伙板子，无非是想让人人都怕你。现在，大伙打回来，你又害怕了。可是夏捕头，咱们捕快，不该是让自己人害怕的。捕快，本应该是让歹人害怕的。我可以让你不挨这750板子，一个板子换1两银子，把你欠的板子抵成银子还给大家。夏捕头，750两银子，你拿得出来吗？就算我砸棺卖铁，也得能拿得出来呀。他们会同意吗？你也是当差的，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同意呢？
不打扰二位了，我先告辞了。等一下。 曲三更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该恨你，还是该谢你。曲三更，龙捕头的那些手段，你倒是学会了十足啊！啊，宋典史还在操劳呢。没你操劳。夏捕头，不敢。我现在就是个捕快。委屈你了。在衙门里混口饭吃，总是要学会能屈能伸。啊。 你们俩以后不用再去值那些寻常的差了，直接跟着我吧。多谢宋典史提携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我们兄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行。哎，玉三儿。 我听说你在盯梢和暗访上颇有些手段啊。小人是江湖出身，这些鸡鸣狗盗之事最是拿手。啊，那就好。这样，你去帮我盯个人。凤秀才，凤。 别动！我找到了。找到什么？凶手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凶手杀人的线索就在这几句里头。这几句话里还有其他线索。这凶手每次杀人都大费周章，留有文言，说明他是一个 极其自作聪明之人，有点道理。我当时就觉得他一定会在这几句里留有谜语。谜语？这一句出自第4章，这一句出自第11章，这一句出自第9章，这一句出自第6章。你们能明白什么道道了吗？ 再想想啊，杜介，你就直说吧。 4加11等于15，9加6也等于15啊。哦，对，得15又怎样呢？第15篇是卫灵公篇，我本以为是第1句。卫灵公篇第1句讲的是卫灵公问政于孔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，所以跟这句无关。可是跟卫灵公有关呀。 魏国的国都在濮阳，濮阳在现如今的河南，河南呀。所以呢？所以凶手是在告诉我们，他是河南的。侍从小狗，留意一下街上操着河南口音的人便是了。凤秀才。 最近是不是睡得不大好？你们是觉得我在说梦话是吗？捕鸡，破案的线索可不是这么找的。现在线索都断了，你告诉我，破案的线索应该怎么找？
三位哥哥来得早啊！桂儿师妹，你叫我们在这里碰头是有什么事啊？凤哥哥是不是说中了？程大夫一死，线索就一下全都断了。现在能肯定的，就只是那几个人的死都和20年前的陆家有关。陆家大火，不仅烧尽了陆家满门，就连那些财产的归属和几个幸存者的下落也不见了。想必是我爹动了手脚。那么，如果除了已经死了的陈旺，剩下3名幸存者还在杜县，他们只是隐姓埋名、改头换面了呢？一个书童，一个护院，一个厨子，在这个县城里少不了熟人，应该不好躲藏。兴许可以藏得住。换身份啊！以前的厨子变成了现在的马夫，不见以前的老熟人便是了。还有啊，书童现在不也已经长成了大人模样了吗？不管他们是走是留，他们肯定有人留下了什么线索。这大活人不可能像烟一样凭空就消失了的。桂儿师妹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想散散财。又跑了。这钓鱼真费劲，有劲儿没处使。主要是我们在明处，鱼在暗处。不对，咱们和鱼都在暗处，只有鱼儿在明处。回去了，不钓了，不钓了。你也去跑一跑，准备一下鱼饵。悬赏寻人？对，能告知幸存者下落的，核实无误给500两；其他有用的消息，无论大小，给1贯钱。由头是什么？就说是他们家人来访查。可这都隔了20年了，谁还能信啊？我看行。先别管这消息是真是假，这事儿肯定能让杜县满城风雨。就像是钓鱼的时候打窝子，得先让这鱼塘里的鱼动起来，拿着钱一引，没准那些陈年旧事就全都浮上水面了。我们找不到线索，就让线索来找我们。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可以试试，而且最开始的几个引子，我这也有现成的。地点就定五里斋，我现在就写几十张告示，张贴出去。我也要来。不可！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，就因为我是姑娘，所以不能抛头露面是吧？我自有办法。如何？这样一来，任谁也看不出来我是个姑娘了吧？只要不是个瞎子，应该都能看得出来你是个姑娘。就算是个瞎子，听声音也能知道你是个姑娘。我不管，我花钱我就必须要在这儿。桂儿师妹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你先来。您认识20年前陆家大火的幸存者吗？认识个仆人叫陈旺。然后呢？赌钱发了财，买了一处房，然后又输了，背了一身债，然后跳了河。您说话一向是这么言简意赅吗？那个官差小哥吩咐我，说我只有长话短说才会给钱。但说无妨。
要是陈旺这人呢，虽然说命不压财，但是呢，毒品还是不错的。我们俩就是在保安上认识的。实不相瞒啊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好玩两把。这耍钱憋宝啊，一靠的是机灵，二靠的就是运气。我年轻时候那机灵啊，就是运气差点。运气好的时候您就可以多压，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就少压或者不压嘛。尤其注意要压固定啊，要压固定，你逆着大伙压，你才能够把运气转过来。行了，给钱。等一下啊。好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小哥。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给人算卦呀。给人算卦也得有人啊。是，现在是没人。不过呢，人马上就来了啊。洪秀才，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排队的人都排到门口了，我得赶紧写号，不能让他们乱。这位官人，给娘子买一个呗。这个多少钱？300文。啊，可好看了，买一个呗。哎呦，张管家，这个牛老板呢？您的太齐了。当真？当真。我自去寻他。张管家慢走。麒麟楼外送。哎呦，我的爹，你可来了！我们里面周妈妈已经跳脚骂半天了，已然把你们麒麟楼祖宗上上下下都伺候一个遍了，就差那俩麒麟了，赶紧的吧！哎呦，怎么现在才来呀？这做这2个菜，比你娘生你和你兄弟还难啊！这俩菜都费功夫。费功夫你们还慢？这开饭馆子，大厨就是应该手脚麻利。回去跟你们牛老板说啊，那些个客官啊，这要吃要喝的时候，那可是片刻都等不了的。是。今儿客官也是，你吃个花酒嘛，还非得要什么柳蒸糟石鱼和八宝脱骨鸭，偏偏这2道菜吧，还就是你们麒麟楼。哎呦，这不是牛不厌牛老板吗？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哎呦，刚才那些话您可别往心里去啊！你说您这头一回来我们翠华楼，嗨，哎呀，口不择言，口不择言。不打紧的，周妈妈。您这么大的老板，怎么还自己送外送啊？还穿成这样？我们那儿太忙了，人手不够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早听说你们家那位家教极严，所以你一直不敢来我们这种地方。您这次来，这是微服私访啊？哎呦，你这个脑子动的呀！周妈妈，您误会了，
我是来找林妈妈的。啊，牛老板，你是头回来叫我老板娘啊？爹，爹。正式为父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在这儿盘查线索，您来添什么乱啊？什么叫我添乱呢？我也是给他们送线索来了。那您直接告诉我不就行了吗？那我凭什么白白的告诉你啊？他们能领钱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呀？再说了，我这线索那可是货真价实的。爹，您这样我没法做人了。咱可先说好了啊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人家给赏钱，我领我的赏钱。你没有面子，那是你的事情。你爹，我这叫大义灭亲。石东哥哥，你就先让高大伯进去吧。你看，好不容易排到他了呢。哎，对，这位小兄弟说对，你这才叫明事理嘛。明事理啊！爹，您要进去，我现在就回去告诉你啊，每次张二婶来你这儿买肉，你都饶他1两2两。就站住！啊，你个小王八蛋！你别以为你大了，你爹我不敢揍你，你看我敢不敢？你给我！下一位。哎，前你进不进去？我进去，我这是这就是我爹。刚去外面查看，正好撞见我爹。这非要来，我拦不住。高伯父，想说什么您但说无妨。我原是要直说的。我老高是个屠户，所以认识陆家的厨子尤二。他呢，经常到我的案子上买肉。这尤二呢，懂肉，也不好糊弄。陆家也有钱，所以呢，我都把最好的肉留给他们。后来，陆家失了一把火，这尤二就不见了，所有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他这。哎，那我说的，你给记上。啊，直到6、7年之后，我啊去麒麟楼送肉，一个人过来查看我的肉，这伙计们都给他喊老板，这我才知道，他原来是麒麟楼的老板，叫牛不厌。哎，我回家之后我才想起来，他就是当年的那个尤二。只不过原来啊，他是个胖子，现在啊瘦了些。他肯定也认出我来了。打那之后，这麒麟楼再也没订过我的肉。就是这个。这个麒麟楼是什么时候开的？这早就开了，只是陆家失火3、4年之后才改的名字，原来叫狮子楼。哦，狮子楼。哎，秀才小哥啊，你说。我这点货值多少钱呢？爹，您就说了这么几句话，还没有证据，您别要钱了，赶紧回家吧。这还要什么证据啊？难道我会说谎不成？哎，我可是高世聪他爹啊，我不会骗你们的。高伯父，您消气啊，我们自然是相信您的，只是这500两得证实之后才能给您。哎，好。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那金玉满堂？对。就是为了咱们翠华楼的这道金玉满堂。现在是吃蟹的季节，总有些客人在我那麒麟楼点那个，我也就试着做了些。可是客人们总说，没有翠华楼做的好吃，所以我这才登门求教。这蟹黄腌得不好。有点腥气，就这一口腥气，我这翠华楼要卖1两银子。李妈妈说得好，
什么味道啊，价钱呢，那都是此一时彼一时啊。我就知道你，牛老板，你不是为了这一碗金玉满堂来的。李妈妈，要是没有20年前那场荣金岁玉的大火，哪来你我如今金玉满堂呢？那场大火与我有何干系啊？那时候若不是有客人叫条子，我连翠华楼的门都出不去。可是着火的那天晚上，陆家的二爷陆金信，可是在你翠华楼和你吃醉了酒，才回去的呀。陪客人吃酒是我的本分。冷捕头、王先生、程大夫，唯一能把这3个人连接到一块儿的，就是他们与陆家都有过瓜葛。那具骸骨多半是那投河自杀的陈旺的。想当年，在陆家，我和他还交情匪浅。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。接下去，是不是该轮到咱们了？不管该轮到谁，我都不是你应该先找的人。老婆，这2块钱你先拿着。哎，好。真给500两，我还不敢要呢。这2吊就是已经不少了，但愿我说的你们都能用得上。那我走了啊。哎呦，对不住，对不住了。高大叔，您也来了。三哥，你看真给钱呐！那就是高大叔您真有什么值钱的消息呢？哎，三哥，你跟世宗晚上到家里来，大叔请你吃酒。我先告辞了啊。徐三哥，这铜钱你一罐一罐的往外送，想必还真买到不少值钱的东西啊！如果我不过来看看啊，那还真是亏大了。我乃县衙的典史，今日为公事而来。要在屏风之后旁听，还请冷捕头的女眷暂且回避。我乃冷捕头的女儿，这悬赏寻人的赏钱不是衙门出的，是我出的，连这屏风都是我花钱买的，我为何要回避？宋典史若想要旁听，就请过来，一起坐吧。哎呦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来晚了。哎，宋典史，坐。柳儿弟弟，接着放号叫人吧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哦，我又想起点事儿来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们找的仅仅是那3个人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呀，若这陆家大火
除了你们说那3个人，另外还有人幸存，我还知道他的下落。你们能给多少钱？还有人幸存？啊？谁呀？那你得先说能给多少钱呢？你得先证实确有此人啊。那我既如此说，就必定能证明了。那你能证明，你就把证据拿出来呀。哎呀，要取得这证据得费不少功夫。你得先说能给我多少钱？这样，若你真的能够证明确有此人的话，那就1000两。说话算话呀！啊，那你不能拿一些阿猫阿狗来糊弄我啊！还阿猫阿狗，到时候只怕会吓死你。告辞。嘿，当年那鹿寨被烧成了白地，尸体都被烧得无法辨认，只能靠身量和被烧死的地方来判断身份。陆二爷一家4口都完了。当年这个案子就是冷捕头结的案，他真的没有告诉过你些什么？估计他说的还没有你详细呢。虽说明知道不可能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个凶手他也是姓陆的，他要杀光附近所有跟陆家有关的人。所以麒麟楼的老板牛不厌就是厨子尤二。对，就凭我爹那几句话？不止你爹，还有另外3个人，都是卖鱼、卖菜、卖肉的。之前都说觉得眼熟，但是不敢肯定。现在一有钱赚，就都一口咬定了。薛举人家的管家张继祖，说是以前陆家的护院，张贵。哦，有几个人认出来了？就一个铁匠。西门外官乡刘家集，刘老五，说是对人没什么印象，但是这管家却找他制了一把刀，一把制式比较特殊的左手刀，这是图样。他越看这图样，越觉得似曾相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他翻箱倒柜，竟然找出了20年前一张一模一样的图样。原来在20年前，张贵就找他爹做过一把一样的刀，这2个图样都在这儿了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这铁匠说的话可信。刀是2个一模一样。如此说来，张贵、尤二都还在，只是那陆直不知下落。那陆直也有下落了。大户人家用管家，一般都不会随便找，一定都是知根知底，伺候多年用惯了的。如果薛举人的管家张继祖是张贵，那么薛举人多半就是陆直。我不管他要杀谁，我就是听天由命而已。你不是听天由命，你是心存侥幸。你知道什么是最可怕的吗？最可怕的不是外面有个杀人凶手想要杀你，而是你心存侥幸，觉得杀手或许会放过你。而我牛不厌就从来不会心存侥幸。我不是心存侥幸，怕死才会心存侥幸。我不怕死，有那么可怕吗？
牛老板，牛老板，你这是？啊，我就是找个机会，快活快活。咱们之间就没必要这样了吧？谢天谢地，那一位要是还没有帮了我这条狗命就算保住了。别废话了，我们走吧。你当真认不得我了吗？麒麟楼的老板被张管家带到薛举人的宅子，是，半夜才出来。吕三儿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不用再去盯那张继祖了，改盯麒麟楼的老板牛不夜。来人呐！老爷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！三哥，还好你来了。你们谁是麒麟楼老板牛不厌啊？正是在下。奉知县老爷官谕，请牛不厌老板回县衙问话。牛不厌，老爷，按你所说，你是去省城进货。你一个酒楼的老板，怎么会亲自去进货啊？老爷，小人这次是去进一批干货。哎呀，这批货可是贵重啊，那是1两货1两金呐。小人实在是不放心手下那批粗手笨脚的伙计。不就是些吃的东西吗？那可不是寻常食材啊，据都是些极为罕见的，什么茶碟大的干鲍，门帘大的鱼翅，腰杵大的海参，团扇大的熊掌，顶针大的瑶柱。那瞟人也是头一回见呐。这牛不厌出城之前，驾车在县城里兜了一圈，都逛遍了村里，好像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。那斩断马腿的是何人呢？这个小人不知，想必就是劫道行抢的匪人吧。你可看清他的相貌吗？这个，他戴了个斗笠，又是满脸大胡子，这长相实在看不清楚啊。这倒和那个石匠的口供对上了。果然是那凶手。我本以为他们3个幸存者是凶手，
没想到牛不厌竟然也是凶手的目标。正因如此，牛不厌出城，那个凶手才会追上去。我猜那牛不厌本来的计划是扮作要离开杜县的样子，凶手自然是不会让他离开的。牛不厌是要用自己当诱饵，把凶手引出来。往那儿跑了。那车上的2位是谁呀？哦，那是薛举人的管家和护院总管。薛举人家的管家和护院总管怎会与你同行啊？回老爷，这批货太贵重了，小人一家可包不下来，所以小人是和薛举人合伙买的。薛举人府上的张管家和柳总管，那是精细人，身上又有功夫，能保得路上周全。引出了凶手，藏在车上的张管家和柳总管就能趁机格杀凶手了。看来，猎物要开始反击了。那个凶手明知道是个圈套，也不能看着牛不厌跑掉，也不得不追上去。这真算是个妙计。可惜啊，凶手早就看出是条妙计，连逃跑的办法都想好。那只发动机连火绳都没有，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不用火绳的弗朗机。这个之前我倒是听说过。这在红毛鬼也是极其稀罕之物。据说当年王五峰也有2只，价钱必是极贵的。那个张管家和柳总管，那都是高手。2位是何人？为何随身带着利器？你自称官差，却有何凭证啊？2位跟我回衙门走一趟，就知道真假了。衙门，好啊。不要动手！哎呀，莫要动手啊！两边都不是歹人呢。误会，误会。那个牛不厌，他还不知道我是谁，就对我动手了。按照他的意思，不管你是谁，先杀了再说。这个人狠辣果断至极，之前一定杀过人。牛不厌，本县一早就收到一封匿名信，那信上说你牛不厌就是杀害冷捕头王先生和程大夫的凶手。冤枉！老爷，这是天大的冤枉啊！本县也没那么轻信，只是这信上说你会畏罪潜逃，本县才即刻派人去你家找你，说你一大早就驾车出门，这我才不由多信几分，这才同时派出4路捕快出4个城门追你。老爷，这信绝对是栽赃陷害，那定然是同行妒忌。没那么简单吧？同行嫉妒也不见得会做这种事，且这信来的方式实在是，我都受了一惊。就这潜入衙门图谋不轨，就够100板子。老爷，这信可绝技信不得呀！小人的麒麟楼虽说不上什么大买卖，可是在这杜县也是数1数2的酒楼啊。小人这有家有业的，为什么要杀人呢？这信不管是真是假，本县也不能当作没有看到过。
这样吧，你交笔宝银就回家去吧，该干嘛干嘛，只是不许再出城门了。难得那凶手竟然能想到利用衙门，县衙的这封信必然是凶手留的。他想先砍断马腿，缓得一时，然后再用这封信把牛不厌困在杜县。这凶手两边跑，怕是来不及吧？凶手在县衙有内应。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在后衙的桌子上插把刀。老爷，是一封信。信？必是内应所为。牛不厌，老爷，本县还有一事不明，你必须如实回答。小人绝不敢隐瞒。当真有茶碟大小的干鲍和窗帘大小的鱼翅？真有。等货到了，小人定然先着力烹制几个菜，送给老爷们尝尝。宋典史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老爷问的详尽。在下原本以为，这鲍鱼和鱼翅的尺寸，在这里边最为可疑啊。尤二，你先住在我这里吧。我宅中有100多户院，尽可护你周全。别说100个了，哪怕有几个寸步不离的跟着我也就够了。凶手的目的，不仅是要杀人，还要随着他的心意摆布。有旁人在，他就不方便了。但经过这一回，凶手会更加小心谨慎了。我是在琢磨，那个便衣的差人，他为什么要跟踪我出城呢？看来他们搞的那个悬赏寻人，真的有用。衙门那里恐怕已经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。就算他们知道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现在还不能怎样，只是20年前那件事之后，我们离开了杜县，3年之后才改名换姓的回来。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那件事有太多的秘密，秘密可经不起议论。不过每个秘密都有它的用处。尤二，你之前去见了林四娘，她说了什么吗？她说冷捕头什么都没告诉她。可是，你尤二啊，从不心存侥幸。故园与君折梅处，哎，世聪哥哥，看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像神符似的，一夜之间贴得到处都是。这是首诗吧？什么意思？我也不明白，不过我知道是谁贴的。谁？那个算命先生贴的。故园与君折梅处，人间犹闻蟋蟀妇。20年来音容改，更残潦倒无面目。老去元知少年好，地里云台仍开早。方是与我还魂花，见君已成转生草。铜头大将军，己酉年10月30日。
这是一首藏头诗。藏头诗？你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。故人二更，老地方见。它不仅是一首藏头诗，还放了很多暗语在里头。蟋蟀赋，铜头大将军，这应该是他和这位故人一起经历的旧事。他是在告诉这位故人，我认出你了。还有还魂花，转生草。他是在暗示这位故人，虽然别人都以为你死了，但是我知道你还活着。这个落款日期也是动了番心思的，他写的是10月30，今天是10月25，所以这个10月30日不是落款日期，是他们约定的日期。10月30，故人二更，老地方见。可这位故人会是谁呢？也许这位故人早就死了，是这算命先生想银两想疯了，所以自以为见到了这位故人。到时候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好啊，虽不知道他和故人的老地方在哪儿，但他摆挂摊的老地方我倒是知道，盯住了他。石头啊，这什么时候了？快3更了。那个故人今晚是不会来了。马上就没什么故人。谁不会来了？哎，是我，没事。哎呦，吕三哥，你吓死我了！看我给俩带着呢，好红薯。我一直捂着呢。谢谢吕三哥，快吃。三哥，哎，吃点东西，之后你们俩就回去吧，只有我盯着呢，放心啊。好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，那些尸体都是一大早发现的，这凶手应该都是后半夜折腾的，所以呢，这凶手是真不怕冷啊。中间，刀刃的旁边，有些甜，有些黏，咬破了心弦，咽下了陈年。有人哭，有人眠，我属魂心。其声总有黄秋，指尖轻，远方古道，情醉翻唱，野火不尽，岁岁枯荣。炊烟，命运的上签，酒之前还个愿，酒后的誓言，纸上的尘缘，风一吹就不见，我属魂心。